刚一出门，又见到2只兔子在门口吃草呢，都10年了，已经见怪不怪的了。兔子这繁殖能力是超强的，1年好几窝，一窝好几只，拿它们也是没什么好办法。我以前做的这个基菜共生的系统，确实是派上用场了。这几年又养鸡又养鸭又育苗的，这还剩了几棵西瓜苗，我们昨天晚上把西瓜移栽下去了。这几棵苗是留着将来补苗用的。这黑莓开始变红了，离变紫也不远了。今年这棵盆栽的黑莓长得确实是不错，不过我刚一过来的时候，一群鸟从这儿飞出去了，现在也吃不了，估计正惦记着呢。一般黑莓变黑的时候，也就意味着蓝莓的收获周期就快要结束了。每天早上起来啊，就喜欢在菜园里边转上一圈，看看这些蔬菜，看看瓜果什么的，赏心悦目的，心情一下就会好很多。我感觉这些桃子已经开始有香味了，走到桃树下边都能闻到。这玉米也都开始抽穗了，就快要能吃到新鲜的煮玉米了。如果肥力充足的话，每棵上边能收获2穗饱满的玉米。这番茄掉好蔓之后，很快又长高了一截，又得把上边的蔓稍微的整理一下，往上卷一卷。还有这些侧枝也是需要经常的打。这番茄黄的比想象中的快多了，感觉没过多久就都已经成熟了。看看这小番茄，不光是长得漂亮，而且也特别的甜。现在雨水有点太多了，有些个别的番茄还是有裂果的现象。等会儿下午还要再下一阵子雨，所以番茄成熟了之后，还是要及早的摘下去，否则的话，可能过1天就会裂果了。上次整完枝、掉完蔓之后，有一大批番茄都被鹿给我咬了，看看，这些都是被它们给剃了头的。当时是不管留了双蔓还是3蔓，基本上2条蔓都被鹿给我把尖儿给咬掉了。有时候吧，也真是挺无奈的。你辛辛苦苦种的菜，鹿只需要1分钟就给你咬废了。像这种头部被啃秃了的，虽然还有芽点能继续生长出来，但是整体的生长还是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的。哎，需要缓好一阵子才可能缓过来。这儿又有2个红了的。把它摘回去，不然的话很快又被虫子或者小动物什么给吃了。哎呀，没带工具，手已经有点拿不下了。看看有一个番茄被我碰了几下，已经有点开始裂果了。刚刚拍摄的时候手上有膏药，现在都被番茄给挡住了。不过没辙呀，老是在菜园里干活，手还是有损伤啊。看看这些红薯叶子，又被兔子给我扫荡了一遍。这红薯今年是没希望了，全被兔子给吃了，一遍又一遍的。这一片的比较大的玉米地，玉米也开始抽穗，开始授粉了。看很多都已经开始结玉米了。这边还有一棵是当时被鹿给我咬掉的，上边居然也长了2个玉米，连头都没有了。菜园里边这块瓜地已经密密麻麻的爬满了，都快看不到土壤了。我在种冬瓜、西瓜、甜瓜、南瓜这类瓜类的时候，还是比较喜欢爬地种植的，因为这样种起来比较省事儿，同时很多时候的产量也比爬架要高。尤其像南瓜这种，爬地的时候能长出很多的不定根，增加营养的吸收，长得会越来越好。看看我们菜园大地里边，这片是新整理出来的地。昨天晚上，我和丽丽拿着头灯把这些西瓜苗给移栽下去了。这应该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批西瓜了。这批苗的苗龄大概是有4周左右。这批西瓜苗丽丽育的是相当的不错，苗非常壮，根系也很发达，应该很快就能长起来了。这次最后一批的种植其实已经是过了6月底这个最佳的移栽时间了。不过我这些都是晚熟的品种，所以现在是7月初，应该还来得及。这批西瓜苗我们肯定是不能让它们放任生长了，得给它进行严格的双蔓或者是3蔓整枝。总体的目的就是能加快它第一批果实成熟的时间，不至于到时候太晚了，天气凉了，长大不起来了。我们今年种的第一批西瓜比往年也要晚上了不少。往年的时候，像这种早熟的品种，我们已经吃上西瓜了。今年还属于满地爬，刚刚坐果成功的阶段。不过仔细找找呢，还是有膨大了的瓜的。像这种瓜，应该大概在20天就能吃上了。不过大批量的成熟呢，应该是在1个月之后了。这瓜地中间不是很好进去了，仔细找找的话，还是有不少这种膨大不错的瓜的。看今年没有铺地膜，而是选择了铺麦秆，还是会有一些杂草长出来的，不过影响不大。哎呀，这边还有一个更大一些的瓜，看看。昨天我们是带着头灯种到了夜里的10点半，现在是没办法，白天的天气实在是太热了，根本没法在外边待，只能是晚上种，然后早晨的时候可以出来看一看，等会儿太阳出来了就得回去了。我们这一批瓜是种了2排，一共种了6个品种，都是比较经典的、比较甜的瓜。
像这种是我们非常喜欢的那种早春红玉小型瓜。其实这批瓜都是早熟的品种，个头都不是很大。第二种瓜是糖丸，是今年第一次种。第三种是甜王1号，一般名字里带甜糖的都是比较甜的瓜。另外，我们是非常喜欢中小型瓜早熟品种的，生长时间短，成熟的也快。移栽之后呢，2个月或者是2个多月就能吃上瓜了，还是挺有成就感的。第4种是8424，也是很好吃的瓜，以前种过。另外，刚才提到小型瓜，它的另外一个优点就是我们吃瓜的时候不至于有那么大的负担，不会说切一个大瓜放那儿好久吃不完。小型瓜的话，可能我们1个人就给它吃掉了，2个人都不够吃。你要是从健康的角度呢，1人1天吃这么1拳或1拳多一点的西瓜是比较合适的。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，我们种小型瓜，到时候分开一半，每人吃一半，就是比较适合的量了。西瓜呢，还是不能吃太多，毕竟糖分含量还是太高了。接着是我们第5种瓜，冰糖麒麟，又是带糖的，非常甜。最后一种我们种的是16度麒麟瓜，这种瓜号称能创造出糖度的新高，能达到16%的含糖量。所以大家说吃水果健不健康呢？其实适当的量是非常健康了，但是你吃多了，大家也看到了，这糖度是非常非常高的。如果吃水果太多，每人每天的糖分摄入量太高的话，那也就不健康了。再来看看我这批甜瓜，这个是韩国的金宝，看这2个长得相当不错。看目前的长势，今年甜瓜应该是能有不小的收获了。不过唯一的缺陷就是这些甜瓜种的还是有点太密了。当时整地的时候没整出那么多，所以看看边上的南瓜已经给入侵过来了，还有旁边的西瓜。这南瓜的爬地还有入侵性实在是太强了，连葡萄也都受到影响了。我回头得把这些南瓜的尖儿都给它打掉，不让它往这个方向生长了。本来是想让它往篱笆的外边爬的，但是长来长去，一大批都往这个方向走了。其实也不能说它没有往篱笆的外边爬，它是4面8方都爬的。看看远处已经有长长的南瓜的蔓了，这小南瓜几天不见，看着都快能吃了。现在到处都是鸟，好多鸟的叫声还是非常好听的。有朋友说南瓜花还有南瓜尖儿都特别好吃，我们种了这么多年的南瓜了，还真没有好好的尝试过。回头把花儿还有尖儿给它摘回去一些，尝试一下。新的这批西瓜，我们是吸取了教训，给它们两边都留了相当宽的距离，让它们能尽情的爬藤。看看这边，回头我会把这种防草布给它罩住，这样的话边上就不会长草了。种西瓜的地方，我还是会继续给它铺麦秆，就是这种西瓜的旁边，这些裸露的地面，到时候都给它铺上麦秆。这边也是，到时候铺完麦秆之后，边上再给它铺上一个5、6英尺宽的防草布。这样的话，西瓜就有足够的空间可以爬了。这种铺在地表的编织型的防草布，它是能透水的，所以还是挺好的，不像那些塑料布或者塑料薄膜那样，下边的土会非常的干。像我这边这种黑色的大塑料布，就是专门用来除草用的。刚才西瓜地那片以前就是用这种黑塑料布给它盖起来的，那样的话草就都给杀死了，然后盖上几周之后再把它移开耕地，这样的话再种蔬菜什么的就比较容易了。一般地里边的草种子长出来草之后，盖上黑塑料布，几周之后草就都被闷死了。这种方式用物理的方式除草，显然是最有机也是最安全的，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杂草的困扰。像我现在把黑塑料布移到了旁边的位置，就开始除这新的位置上的草了，这也是为秋菜的种植做准备呢。另外再提醒一句，想种秋菜的朋友，如果想早开始的话，现在就可以开始育苗了。现在育苗，如果苗龄在4、5周的那些菜的话，到了8月中旬就可以移栽出去了，那个时候已经是进入秋季了。今年种的菜有点太多了，我都差点忘了我还种了洋葱了。看，拔2颗回去，一会儿凉拌了。这苦瓜不知不觉中也开始结瓜了，这是第1个瓜，这苗还有点小，我得赶紧把瓜给它摘了。再来找2根黄瓜，这黄瓜必须得天天摘，如果你哪天没摘落下了，有些就会长得超级巨大个了。看看这2根大黄瓜，昨天晚上丽丽还摘了点菜，有辣椒什么的，一会儿回去黄瓜拌苦瓜拌洋葱拌辣椒，不知道这种吃法大家有没有尝试过？刚才发现丽丽除了摘了辣椒，昨天还摘了一个丝瓜，现在丝瓜也开始成熟了。现在这西葫芦是到处都是，产量实在是太大了，尤其是这种黄的实在是太多了。你看这藤蔓上还有这么多，像这种都长老了，赶紧摘下来。这边还有一堆的瓜，
哎呀，太多了。其实绿色品种还好，产量并没有那么大，而且口味也比黄色品种要好吃很多。建议还是种1颗到2颗绿色品种的西葫芦。这批瓜昨天移栽完之后实在是太晚了，我们也太累了，就没浇定植水。再加上当时土也比较湿，我们又开了滴灌，而且关键是天气预报说今天早晨和一天都会下雨，但实际情况是早晨还有上午都没有下雨。现在说下午下雨，我就等着下午下雨了。如果下午还不下的话，那还是要手动的给它浇上一次充足的定植水的。另外，关于西瓜的整枝整蔓呀、施肥、浇水，还有其他的种植知识，我以前的视频已经分享过不少了，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。到时候我们还是等这批瓜长起来时候，我做各种各样的实践，如果觉得有必要的话，还是会给大家继续录视频，实时的分享的。当然也少不了后续的对瓜的追踪、收获还有成果的展示。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别忘了关注和订阅我们。